为什么说这部电影是男人眼中洛丽塔，却是女人眼中满是悲剧的房思琪呢？41岁大叔爱上14岁少女，这样的设定就注定了这部电影的不平凡。大学教授亨伯特为了找一个安静的住所，来到了寡妇夏洛特家中，准备租下一间屋子，但因为这里的环境与他预想中截然不同，加上聒噪般的寡妇夏洛特，让亨伯特涌起了重回纽约的打算。可就在他即将离开时，夏洛特带着他见到了自己的女儿洛。她就如同清晨沾满露水的花朵，那般垂怜欲滴，被水浸透的衣服烘托出了洛完美的线条。只是这一眼便让亨伯特改变了决定。洛不经意的嫣然一笑，更是抓住了亨伯特的心。洛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少女，活泼天真，却又带着一丝懵懂的性感。只要看到对方，亨伯特总会涌起一番难以掩盖的喜色。住在这的日子里，亨伯特的目光总会不由地跟随洛的身影，少女与生俱来的魔力也正在一步步地侵蚀着亨伯特的大脑。这天傍晚，亨伯特的唱片机吵醒了熟睡中的洛。微微敞开的衣领和那双俏皮的纤纤玉足，在亨伯特眼中充满了情欲的味道。他跟随洛的身影来到厨房，看到了女孩偷吃的一幕。那副纯真俏皮的模样散发出了一种令亨伯特难以抵抗的魅力。这一刻的洛甚至唤起了亨伯特初恋时的回忆，在潜移默化中将亨伯特的心囚禁在此。每天偷窥少女的一举一动已经变成了亨伯特难以自控的欲望。他开始期待着一个可怕的灾难能够清除这世上的所有人，这样他便可以正大光明地和洛交往。而洛仿佛也看出了亨伯特的心思，总会有意无意地接近他，形若无事地翘起一只腿，与亨伯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接着他对亨伯特桌上的日记产生了兴趣，他很自然地坐在了亨伯特腿上，随后将嚼过的口香糖粘在了日记上。顿时整个房间被暧昧的气氛填满，少女的脸颊就如同含苞待放的花朵，娇艳欲滴。亨伯特不自觉地靠向洛的肩膀，可就在这时，夏洛特回来了。闻声，洛急忙逃离了这里。亨伯特也手忙脚乱地撕下了洛遗留的口香糖，塞进嘴里。Is she keeping you up? I beg your pardon? No. No, No. 日子一天天度过着，洛对亨伯特的攻势愈发直接。在母亲不在时，他将玉足踩在亨伯特脚上，靠近他脸颊轻轻呢喃。午后，三人一起在日光下沐浴时，洛特意扮上了鲜艳的妆容，趁母亲不注意，有意地将双腿向亨伯特靠近。Make her take his hourglass lake tomorrow. Me? She'll do anything you say. She's getting a thing about you. Whisper, whisper. What are you two so cozy about? 为了掩盖他与洛的亲密行为，亨伯特只好转移话题，说起了他当年的趣事。可看到亨伯特如此尴尬的一幕，洛越发放纵，整个人都依偎在了亨伯特怀里。最终二人非同寻常的行为还是被夏洛特察觉了。Will you stop fidgeting with the doll? And now we all think that Lo should go to bed. Lo. What do you mean we, paleface? 没过多久后，夏洛特将洛送去了封闭学校。望着窗户中亨伯特恋恋不舍的目光，洛急速地窜下了车，小跑向2楼亨伯特的房间。亨伯特也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既紧张又充满了期待。直到洛纵身一跃，跨在他身上，这一刻二人彻底打破了世俗的枷锁，就如同恋人分别那般拥吻在了一起。等洛离开后，亨伯特还沉溺在刚刚如梦似幻的感觉中无法自拔，甚至一头扎进了洛的衣柜。为了能等到洛放假归来的那天，亨伯特强忍着对成熟女人发自内心的厌恶，接受了夏洛特的追求。他偷偷地将对洛的思念写进了日记，锁在了保险箱中。亨伯特与夏洛特交往2周后，他们举行了简易的婚礼。亨伯特也成为了洛真正意义上的继父。但在婚后的生活里，亨伯特极力逃脱着大部分丈夫的职责，甚至不惜在睡前给夏洛特服用安眠药。直到夏洛特的身体已经免疫了安眠药服用剂量的药性，亨伯特最终还是难逃一劫。留这次前车后，亨伯特偷偷背着夏洛特来到医院，以自己失眠为由，向医生寻得了一副能够放倒母牛的药量。可这充满谎言的爱情终究会被揭穿。这天趁亨伯特外出时，夏洛特打开了他的保险箱，发现了全部真相。 The Hayes woman, the fat cow, the obnoxious mama. Well, the old stupid Hayes woman is no longer your dupe.
他自然也看到了日记中亨伯特对于自己女儿的迷恋。被绝望填满后，夏洛特留下了3封信，却在寄件中不幸发生了意外，离开了这个世界。看完这个深爱自己的妻子死在眼前，亨伯特却没有丝毫的愧疚，仿佛夏洛特的死是扫清了他与洛交往的最大阻碍。虽然表面上装作悲伤，但心底却是无限暗喜。夏洛特离开后，他一刻也不愿意等，收拾好了行李，还带了几件洛更换的衣服，直接来到学校将洛接走。当洛问起母亲时，亨伯特却没有告诉他真相，只是声称夏洛特患病，现在还在医院治疗，人性道德早已在他沦陷时彻底泯灭了。赶往医院的路上，他故意绕远路，想在中途停留一晚。看到洛丝毫不避讳地换衣服，他情欲难忍，将洛一把搂进怀里，亲吻他的额头。他们就如恋人那般诉说着多日未见的思念。汽车刚一停下，洛便爬到了亨伯特身上，二人热烈地拥吻在了一起，但却又点到为止。当晚如亨伯特所愿，他们在途中的旅店停留了一夜。在亨伯特办理入住时，洛被一只小狗吸引了注意。看到洛的举动后，神秘的狗主人说着 Well, that's my dog. He likes you. Doesn't like everybody. Who's he like? He can smell when people are sweet. He likes sweet people. Nice young people. Like you. 办理好入住后，亨伯特再三向洛保证，自己绝对不会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更不会碰他。You're crazy. Why, my darling? Because, my darling, when my darling mother finds out, she'll divorce you and strangle me. 但对此，亨伯特早已准备好了应付手段。他告诉洛，自己是他的继父，并且他们现在并不富有，所以住在同一间房子里也说得过去。但洛却不愿和他啰嗦的打哑谜，脱口而出了那充满禁忌的二字。晚上，亨伯特亲手为洛脱下鞋袜，为了避嫌，他则借口去楼下散步。直到他再次回来时，洛早已昏昏入睡了。看着少女曼妙的身材，心中罪恶的想法一时间全部涌现。他轻手轻脚地睡在洛身边，享受着此刻美妙的感觉。最终，他还是强压住了冲动。等阳光再次洒进屋子，亨伯特看到洛正睡眼惺忪地望着自己。随后，他俏皮地凑向亨伯特耳畔，悄悄地告诉了他自己在夏令营时与男孩的故事。亨伯特听后不由得瞳孔放大，一股浓浓的醋意蔓延在了空气里。Don't tell me you never tried it when you were a kid. Never. I guess I'm gonna have to show you everything. 随后，洛压在了亨伯特身上，纤细的手指轻轻解开了亨伯特的衣带，而这一切正是亨伯特梦寐以求的。他终于拥有了这个妙龄少女的全部，但他内心的道德却时常与这罪恶的行为相互挤压，所以他总是以洛不是第一次为借口来换取内心的些许宽恕。但洛也察觉到了亨伯特略带责怪的口吻，这引起了他的不满。Well, I need a gas station. I hurt inside. Well, what'd you expect? I was a daisy fresh girl, and look what you've done to me. I should call the police and tell them that you raped me, you dirty old man. 看到洛在开玩笑，亨伯特才松了一口气。来到加油站后，洛想要给母亲打个电话，眼看再也瞒不下去了，亨伯特才道出实情。得知母亲早已离世的消息，洛仿佛像被抽空了气的皮球，那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样荡然无存。夜晚的寂静伴随他悲伤的哭声，显得更加凄凉。洛也很快意识到了，或许亨伯特变成了他往后生活的唯一依靠。从这天往后，二人开启了一段流浪旅途。他们无处可去，只是尽情地享受着旅途中的每分每秒。虽然偶尔对洛的调皮难以招架，但只要看到他青春洋溢的模样，那些负面情绪总会一扫而空。一路上，他们走走停停，用不同的谎言维持着二人的罪恶。这段时间对亨伯特而言，就宛如人间天堂一般。他痴迷地在罪孽中享受着，只是在每个亨伯特熟睡后的深夜，洛总会偷偷流眼泪。他被这种畸形的情感折磨得痛不欲生，也逐渐察觉到了与亨伯特这样的生活并不会长久，但他不敢告诉亨伯特。假期时光很快过去，又到了洛重回学校的时候。他们停留在了一个小镇上，亨伯特也扮演起了双重身份，一边侵蚀着少女的身体，一边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她。他允许洛在更加健康的环境下成长，但却又禁止他与学校里的人有过多来往，否则就拿将他送去孤儿院威胁。但成长需要各色的新鲜感作为滋养。很快，洛便对学校里开展的话剧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听到话剧社里有不少男生，亨伯特立马转变了态度。
于是洛只能使出他自己惯用的手段，他缓缓地靠近亨伯特，用暧昧的举动暗示他。这一招亨伯特显然是无法招架的。最终在洛的软磨硬泡下，亨伯特同意每周给他$2，并答应了他去参加话剧社。话剧社表演当天，洛扮演的是一个巫婆，她需要表演的稍微妩媚一点。眼看着自己的女孩在和别的男人交流，亨伯特内心涌起了一阵五味杂陈。就在这时，他却又在台下看到了那位似曾相识的男人。烟雾挡住了男人的脸，他依旧充满了神秘。往后的日子里，洛对亨伯特的求爱变得越发冷淡，甚至将那些亨伯特给他的硬币都藏了起来。洛的种种行为引起了亨伯特的不安，他觉得洛只要存够了钱就会离开自己，二人也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执。Now you show me every penny you got. Leave me alone, you pervert! You're running away from me. I know what you're Yeah, doing. that's I know right, what I you're am! doing. Anyone would try to run away from You show me everything you've hidden. I earned that money! 虽然这一巴掌下去，亨伯特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但无论他如何认错，再也无法改变洛离开他的结果。这一巴掌只是加速了结果的进程。洛冒着大雨离开了亨伯特，亨伯特找遍了四周的每一个角落，终于在一家咖啡店门前看到了洛留下的自行车。看着不远处电话亭中的洛，嘴角露出的笑容，就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离开这个男人对他来说无关痛痒。当亨伯特为自己今天的行为道歉时，洛依旧毫不在意，只是带有目的性一般的告诉亨伯特，他想要继续开启旅行，只不过这一次的路线由他来制定。可奇怪的是，这次旅行刚开始，他们身后就有一辆车一直尾随着，即使亨伯特改变了行进路线，那辆车依然形影不离地跟着。这样的情形让亨伯特内心涌起了一股不好的预感，眼看着怎样都无法摆脱对方，他记下了对方的车牌号，准备调查一番。路过加油站时，亨伯特走进店里，想要买副遮阳镜，可是在这时他却用余光瞟到了洛此刻正在和一个男人有说有笑。洛脸上浮现的笑容是跟他在一起时从未出现过的，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立马追了出去，可只是几步路的功夫，男人却又消失无踪了。 What did he say to you? The guy I was talking to? Tell me what he said to you. He asked me if I had a map. He must have been lost. 但为了保险起见，亨伯特一脚油门便离开了那里，路上还不断告诉洛，你是个年轻姑娘，别人会占你的便宜。他甚至怀疑是自己带着少女上路，被条子给盯上了。可当他们走进幽静的树林小路后，那辆车依旧紧随其后。这一次亨伯特选择了正面硬刚，他决定去会一会这个跟踪狂。可当他靠近那辆车时，车主却迅速倒退撤离了。等他回过头，自家的车又因为惯性留下了坡，他不得不放弃追赶神秘男人。 Yo. Huh? Pull on the handbrake. Stop the car. Put the handbrakes down on the left. Put it on. Down there. Down there. Down there. Pull it. Oh! Jesus Christ. What did you think you were doing? You should thank me. The car was rolling and I stopped it. You should thank me. 对于洛痴狂的占有欲和这几天跟在他们身后的神秘男人，已经快把亨伯特搞疯了。半路上，他本想调查一下之前记下的车牌，可上面却又出现了涂抹过的痕迹。这一刻，压抑内心的愤怒彻底爆发，他狠狠地给了洛一耳光，但立马又后悔了，追上洛连声道歉。这样的状态已不适合继续赶路，他们在一家小旅馆内停了下来。亨伯特将洛关在了房间里，自己则出去买了一些食物，还顺带刮了个胡子。他想让洛看到自己更年轻精神的面貌。可等他回来后，天都塌了，原本的床上被搞得一团乱，只见洛浑身凌乱地坐在另一张床上，满脚的泥垢，敞开的衣服，加上嘴角溢出的口红，不用猜，亨伯特都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他快步来到窗前，果然看到那一辆一直尾随他们的车。内心疯狂的占有欲在这一刻彻底燃起，他粗鲁地将洛压在身下，声嘶力竭地质问他刚才究竟是谁来过的。但望着亨伯特疯癫的样子，洛却是出奇的冷静，还摆出了一副回味无穷的神情。这一刻，亨伯特失去了所有理智，强制性的与洛发生了关系。当天晚上，亨伯特被噩梦惊醒，是无数个戴着面具的神秘男人对他发自内心的讥讽嘲笑。这一场梦将亨伯特吓得够呛，他冒着大雨驱车离开了这里，但因为寒冷的气候和车夜的奔波，导致洛染上了风寒。亨伯特只能将他送去了就近的医院。可当第二天，他却接到了医生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他洛被人接走了。亨伯特长时间以来紧绷着的神经这一刻还是断了，他不管不顾地冲进医院，却只看到了自己留下的那束鲜花。他疯了般的在医院里横冲直撞，
逢人便问是否看到过洛的行踪，直到医院叫来了警察，失控的局面才得以控制。之后的几个月里，他找遍了所有地方，甚至看到类似洛的字迹，他都会停下调查，可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直到3年后，亨伯特收到了一封远方的来信，是洛寄来的，内容是洛已经结婚并怀有身孕。他这次突然来信其实是向亨伯特求助的，因为生活的压力导致他们没有能力承担那些账单。他希望亨伯特可以寄给他一张支票，只要300-400块就够了，如果嫌多也可以少寄一点。得知对方的地址后，亨伯特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可当他再次看到洛时，早已物是人非了。原本青春的朝气早已被生活打磨得一丝不剩，憔悴的神情挂在脸上，就如同一片深秋的枯叶，再也不是亨伯特印象中的妙龄少女了。亨伯特到现在为止依然对那个打破他们生活的神秘男人耿耿于怀。在亨伯特的不断追问下，洛终于道出了实情，神秘男人正是那个曾在旅馆大厅夸赞洛的狗主人。He was the only man I was ever really crazy about. 洛告诉亨伯特，那个男人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喜欢每一个好看的小姑娘，然后将俘获的姑娘们拍成小视频。但因为洛守着底线，没有拍摄那些视频，没过多久他就把洛赶走了。但即使这样，亨伯特依然爱他，他希望洛可以重回到自己身边。 Lolita, from here to that old car that you know so well, it's a stretch of 25 paces. Make those 25 steps with me now. You're saying you'll give us some money if I go to a motel with you? 显然洛明白亨伯特的意思，但他宁愿遭受当下生活的苦，依然选择了拒绝亨伯特的示爱。但即便洛拒绝，他依然会给他留下4000美金，希望通过自己的帮助，洛以后的生活可以顺利一点。离别前，亨伯特请求洛可以忘记之前自己对他做过的事儿，但洛只是平静地说了句 Say goodbye to my dad. 分别之际，亨伯特透过车窗仿佛又看到了洛恢复了往日少女的灵动，虽然真实早已溺死在了他的幻想里。离开洛后，他并没有原路返回，他想要亲手结果掉那个混蛋男人。在亨伯特心中，正是因为这个男人的出现，才造成了他与洛的悲剧，他才是真正的万恶之源。亲手杀了他，亨伯特的内心才能得到宽恕。但在男人临死前，却告诉亨伯特，他是个性功能障碍，他从未伤害过洛，也从未诱导洛做过任何事。洛之所以离开亨伯特，也只是他自己的选择。听到这一切，亨伯特彻底崩溃了。这一刻，他才意识到，他所追求的爱情只是一场幻影，他的出现只不过是洛生命中的一个意外。他的内心在痛苦与失落中逐渐释然了。最终，他独自走到山边，望着洛家的方向。What I heard then was the melody of children at play, nothing but that. And I knew that the hopelessly poignant thing was not Lolita's absence from my side, but the absence of her voice from that chorus. 电影最后，亨伯特在监狱中结束了生命，而洛死于难产。亨伯特与洛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平等，亨伯特的欲望就如同一座火山，喷发时无法阻挡，而懵懂的洛则在这场欲望漩涡中逐渐迷失了自我。电影的设定并没有将这段关系定义为爱情，反而他通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和复杂的人物心理描写，揭示了这种关系背后的权力不对等，以及情感的单方面索取。亨伯特的爱更像是一种占有欲，像对洛青春的束缚，导致洛在这段关系中逐渐失去了自由和选择权。这种畸形的禁忌的爱注定以悲剧收尾。谢谢你又陪我看完一部好电影，我们下期再见。